平安为何要出征？我们得沿着这个方向去找。这几天哥几个确实累啊。哎，怎么？看那么点活，走不动道了？哼，今天这又是挖坑又是埋人的，这完事儿了，连匹马都不给留啊！哎，说话小心点儿，狼主什么性格你知道？要是被他听到了，哥几个下一个活埋的，可能就是你了。头给他吓的，我请你喝酒去，聚会去。啊！走，快，分道长。
山风来。李宗旭之前都没有怀疑你，为什么现在突然知道你跟玉石案有关？也许是他自己猜到的，也许他背后还有别人。若真如此，那此人只会比李宗旭更阴险。就到此为止吧。到此为止，那采莲不就白死了吗？他以命相搏，就是要我们走得更远。如今沉冤未招，恶贼未除，我不可能停下。那如果我说我想停下来呢？都坚持这么久了，难道你真要放弃吗？采莲找到了心爱之人，马上就要开启新的生活了。可如今，一切都没了，我替他感到不值。你是替他不值，还是你怕了？忘了一开始来找我是为了什么？没错，我确实是怕了。背负了仇恨这么久，我怕我来不及感受这人间的美好。我在万国乡认识了几位诗人，他们告诉我，扬州风景美如画。我也想去见识见识。那你就这么……每个人都该为自己的心意而活。缘起则聚，缘尽则散。平安。阿姨阿娘走后，我们便是由古叔一手抚养长大的。他就像我们的亲生父亲一样。现在他也走了，和生肯定不会原谅我。那你呢？你能原谅自己吗？古叔之前就劝我停下，和生也是。他质问我：“你已经拥有了这么多，为什么还不满足？”可你知道吗？每当我回到芒沟，我看到他们过得依然如此可怜，看到因为那些贪官、强取、好夺，让更多的百姓像芒沟人一样陷入贫困，我就觉得我做的还不够，我还应该走得更远。
你来。你看这棵树，不知道什么时候被虫子给蛀空了，但里面却有一颗发芽的种子。每当我灰心的时候，就在想，我要是这棵树苗，一出生看到的只有黑暗，那该多害怕！可要是因为恐惧就放弃往上生长，就永远不会知道另一头就是出路。这样一想，我就不怕在黑暗中前行了。你说过，你行走在黑暗之中，我也是。两个人一起走在黑暗中，会彼此照亮吗？刚认识的时候，咱俩恨不得掐死对方，谁能想到，现在竟然能站在一起聊天谈心啊！现在你是我在圣都很好的朋友，只是很好吗？最好的。只是圣都啊？整个大风最好的朋友。那我呢？我是你最好的朋友吗？我的朋友可不止你一个，但你是我的知己。只是今日知己，来日不知是否又会成为敌人。成为敌人也总比成为陌路的好。今日乐相乐，别后莫相忘。人生一知己，足以为风尘。郎主，说吧。这阵子我派人到通泉县多方打探，却压根没人知道那个星夜的来历。没了？啊，没了。过了这么多年，更名改姓也属正常。继续查，尤其多问问通泉县年长之人。郎主，对付一个小小的叶平安，为何如此麻烦呢？以你的身份，大可以直接。圣上忽然赐他凤鸣壶，而且还命宫中之人特意送去，你知是何意吗？这，小人不知。圣上这是在告诉所有人，他不是谁都能动的。明白。小人继续去查。李宗旭的烙铁虽在我们手上，但将他作为李宗旭行了的罪证还不够。那我们现在还能从哪儿下手呢？吴安康查到李宗旭和徐青之间有勾结，或许我们能从徐青身上找到点什么。郡王，小人亲眼看见袁绍成兄长与他大吵了一架，离开了圣都，去到城外乡野找了个住处。袁绍成自幼父母早亡，兄弟二人相依为命，情感应该很深厚吧？是，他很看重家人。这古书一死，明眼人都能看出来，他消沉了不少。真是个办事的好手。谢君老。狩猎什么最重要？
就是要让藏在暗处的猎物忍不住自己冲出来。这个时候，才是捕杀的最佳时机。小人明白该怎么做了。阿爷，把他抱走。快，快！邵主任，来。阿爷，你找我？我听说这个月布方的生意比上个月翻了一番，我儿长进了。这样，从明日起，你跟随陆伯拜访严剑，但记住，陆伯说什么认真听，做什么也跟着学。您终于肯让我接触沿路了。沿路里的学问多，阿耶提前让你去打理布行，就是为了练手。你是阿耶唯一的儿子，阿耶的一切将来都是你的。阿爷放心，儿子不会让你失望的。神袍细衣不大，西罗散扇不大，皮货无福不大。掌柜，我想将这个当了，换个喜欢的物件。哼，来我这儿的非富即贵，所当之物啊，至低也得100两价起。你这东西不值这个价，本店不收。100两啊！我看您这铜牛也就值10几两，您不也收了吗？你误会了，这个不是别人的当品，是我从家里拿过来把玩的摆件而已。行，那我这就回去取。掌柜，你等着。李兄，李兄，这几日你天天约我们来万国香喝酒，是不是因为夜宴发生的事情受了惊吓，心情不好啊？我跟你们说啊，那场面我一辈子都忘不了。那家伙就死在我面前了，这血都溅我一脸。哎呦，反正从夜宴回来之后，我就一直在做噩梦。此乃冰镇化物之酒，郎君，请品尝。都说不做亏心事，莫怕鬼敲门嘛。你说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奴家的意思是，郎君看着面善，定不会做什么亏心之事的。那你的意思就是，如果做了亏心事，就有鬼上门。郎君，莫非你做了？我当然不可能了，我堂堂正正，你们说是不是？那是自然。给我倒酒，倒是一个冰的。袁少成，你怎么来了？是有什么消息吗？还在查。我是来跟你借个值钱的物件。少卿，少卿，少卿，李宗去府上，有阿伟出城，我担心。李哥有危险。你留在这儿，告诉大家不要轻举妄动。我跟你一起去。好。哎呀！撤！驾！
和尚！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这是大哥没事吧？和尚死了。但凡我能再快一点，哪怕快一天，他就不会死了。少卿，只要你一句话，就算我们拼上性命，也要为和珅报仇。对，管他李宗旭是什么狗屁郡王，我们都要把他宰了，给和珅报仇。对，报仇，杀了他，杀了他！我要让他血债细偿。
什么东西？出来！你这畜生，你休想杀了我！你出来！阿姨，阿姨救我！阿姨，阿姨救我！赵儿，怎么了？我屋里有恶犬，有鬼！堂主，屋内没什么异样。哎呀，赵儿，不可能！给我杀了他！赵儿，你做噩梦了，没有恶犬，没有鬼。阿姨，我们家不能有狗，你把他们全杀了，求求你，你把他们全杀了！全杀了！好了，不能杀，不能杀！你把他们杀了，他们都会来找我的，他们都会来。哎呀，我们是不是做了什么孽？为什么他们要缠着我？为什么他们要缠着我？好了，赵儿，不怕啊！有阿爷在，不会有任何鬼啊！一颗幸福活于翱翔，应摆脱君与孤王。灵魂仍附着于皮囊，便无畏风霜。一圈轮回破碎，一段很长轮回，一道伤指甲。血泪滚烫，一抽烟万人醉，一个劲来对决，一个人有个梦，不真相。迎着久久的浪，只为寻得万丈光芒。这几番跌宕，如几番幻想，铸造我的。凝视燃烧的疯狂，不忘年月的时光，请君来入魂，一命相向。待到旧绪如火，常牺牲。启动！你在这儿干什么？去琅琊郡王府上，给我盯着李宗旭的动向。少卿，你这样下去身体会垮的。你管那么多干嘛？去呀！滚啊！郡王，袁绍成这次受到了很大的打击，精神已经垮了，烂醉如泥，还对他原本信任的属下发火。抱着。哎，来。他提到我了吗？郡王，我要听原话，一字不差。他说要让您血债血偿，并且派人顶进郡王府，功劳不小嘛。看来对你确实是大材小用了。全凭郡王赏识。他想要我的命，你说我该怎么办？
就像除掉袁和生一样。明日乃是立秋，申时，我会上万安山祭拜神佛。祭拜是倾诉之事，我不会让任何人跟随我。你说这个消息，袁绍成会不会很感兴趣呢？啊，我明白了。明日他一个人上山祭祀，这个机会，我绝不会错过。我跟你一起去。我也一起吧。不，这是我跟他之间的恩怨，我们必须当面做个了断。怎么了？死了那么多人，我恨不得将他千刀万剐。但我觉得现在不是该报仇的时候。为什么？你要面对现实啊！大哥已经走了，朝廷现在对你的调查还没结束，你这样做除了以命抵命外，没有任何意义。我意已决，就别再劝我了。你醒一醒好吗？你现在就是被仇恨冲昏了头脑，失去了理智，你知道吗？什么是理智？你他娘的告诉我什么是理智！他当着我的面杀了姑叔，又杀了和尚。你知道和尚是怎么死的吗？他躺在血泊里，一把刀直接戳进了胸口。你让我理智？我拿什么理智？少卿，你怎么说？我们怎么做？你们清点一下我存的余粮还有俸禄。我要是回不来，就将这些分给芒沟的百姓们。郎主，郝吉捎话来了，说明日他便上呈文书，奏请陛下选武安康为驸马，但什么？但盐的交易，他还要再考虑考虑。你去找几个在圣都要钱不要命的硕丹人，给足他们银子，让他们明日送袁绍成上路。为何不让暗卫去？叔父一直在查他，他一死，武士便会借题发挥，把脏水泼给我们。袁绍成派人刺杀使臣，朝廷调查又迟迟给不出结果。久居圣都的硕丹人义愤之下杀之，这是情。驸马将定姻亲已结，朝廷也不会揪着几个硕丹人不放。届时，让李坤来接手审问，便不会牵涉我们。这是礼。郎主高明。可若是他死在万安山，不是很奇怪吗？一具尸体而已，可以出现在任何地方。
别人在烧香祭拜时你前来打扰，真的很不礼貌。你也来上炷香吧。我不信鬼神，只信我自己。也对，像你这种为了能爬上高位什么都肯做的人，阎王都不会收你。敢一个人来找我报仇，我是该说你英勇呢，还是要说你意气用事呢？哦，对了，哎，你们兄弟俩就剩你一个人了是吧？袁绍成，之前我让你将河道卖给我，你不肯，现在我不光要河道，我还要整个芒沟。我呢，已经拟好了一份转赠文书，你今日若签了，便平安无事；你若不签呢，这儿就是你的葬身之地。刺杀使臣，栽赃于王，破坏硕丹与大风友好。现如今又找了硕丹人前来杀我，这等事情你都做得出来？那又如何？你跟叶平安联手，不也想在夜宴上戳穿我吗？可结果呢？不还是要亡于我手吗？袁绍成，你跪下求我。我可以给你一条生路。袁绍成，我再说一遍，跪下求我，我不但可以给你一条生路，还可以给那些蝼蚁般的芒沟贱民们一条生路。给我跪下！事到如今，我可以再告诉你一个真相。你不是一直想知道我为什么要芒沟吗？因为通过芒沟的河道，能将城外的货物偷运进圣都，而我恰恰找到了一片隐秘盐田。前些日子，吴安康在城外抓到的私盐贩，与你无关？当然与我无关了。武安康恨我是因为金元之战，我阻碍颜良钓鱼。哎，他放着黄义民那么大的私盐贩不抓，却偏偏想把倒卖私盐的罪名扣在我身上，何等的愚蠢啊！颜良为之，果然是因为你置黎民百姓和将士们的性命于不顾，以致失衡便也。你罪该万死！都这个时候了，你的嘴怎么还这么硬？袁绍成，你记住，你这辈子都是个没有尊严的贱民。就算你不死，也只是一具行尸走肉。我这么多年来一直在守教，有些人用拳头教会我隐忍，有些人用鲜血教我如何进攻，有些人用心术教我如何博弈，而你教会了我永远不要轻敌。叶平安，你没死！
不滚开，我就叫人了。夜宴刺杀你与我无关，只要你明日去趟王安山的祭坛，看场好戏，就会知道真相。你们好大的胆子！我乃硕丹使臣阿普那好奇，李宗旭在夜宴上意图行刺于我，你们再与他勾结，就是对硕丹的背叛。届时，在硕丹和大风都不会有你们的容身之地。放下刀，把刀放下！你们与我回去，我可免你们的死罪。今日之事，我会如实呈禀给圣皇。至于你们之间，哼，与我无关。怎么这里连盏灯都没有？真不怕闹鬼啊？鬼有什么好怕的？人可比鬼可怕多了。注意点脚下，别绊着。少卿把余粮都堆在这儿，不怕受潮吗？粮食不会受潮，尸体倒会。不是，我们到底要清点什么东西呢？清不清点东西，与你没关系。只是这里的老鼠屎把我熏得头晕，放恶心。少宇，你今天怎么回事？会不会好好说话？大哥，文宇，现在最该惊讶的不是你，而是你身后那个人，对吧，信君？他伤势看着重，幸好不在要害。现在我们必须让别人相信袁鹤生已死，这样这盘棋我们就盘活了。夜宴一事，你怀疑是谁出卖的我们？新俊，他随赵宇接触账房，李牧原能拿到我账房的支出账务，我认为跟他有关。把他继续留在身边，就是不想打草惊蛇。原来你们是故意让我传话的。你说呢？千万不要把他带走！我是他的姑母，有什么罪就让我替他赎吧。姑母，平安，姑母，帮我打一个新的脸，我以后要用心术给人治病，直到我死的那天。你想干什么？就凭你们也敢动我，这是灭族的大罪！阎王爱听这话，你去地府跟他说吧！我砍死你个贱民！这一下是为了古书，这一下
是为了兄长。这一刀是为了被你残害的蒙古百姓！还不能死啊！信君，你害死了那么多人，我真想亲手宰了你！文宇，人是你带进来的，应该由你来亲自处置。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为什么？他袁绍成脱离了剑气，却让圣上废了龙门朝？那可是我最后改变命运的希望啊！没了，他不该死吗？凭什么他可以从泥里爬到天上，而我却要每天累死累活，拼得头破血流，就为了夫人那么一点点？他可以做高官享活路，为什么我不行？我也要做第二个袁绍成！做不了第二个袁绍成，因为少卿永远不会出卖自家兄弟。他一直往上爬，也不是为了他自己，而是为了蒙古所有人。我们是穿一条裤子长大的兄弟，你不会这么对我的，对不对？那我们什么都没有，没有吃的，我抓到一条鱼都会分给你的。我们一起烤火，一起吃鱼，一起漫山遍野的抓蚂蚱。我错了，文宇，你让他们放过我好不好？你让他们放过我。如实回答我一个问题，我让袁绍成放你走。我才不会相信你呢。我是你唯一的活路，你只能信我。你要知道什么？御史案，你在里面扮演的是什么角色？我说，御史案，我就是为了拿官盐转授之权，顺带去通泉县消遣了一番。杀人灭口的事是度量干的，与我真没关系。那参与此案的还有谁？还有，小心！
让过来！啊！你呀，要是真想吓唬他，大可在他吃食里加点迷魂草，就能令他产生可怖幻想，没必要自己去。郎君，请品尝，此乃冰镇化物之酒。小心点！郎主，小弟已命人去请医师了，还请郎主再忍耐忍耐。快去找李长史，告诉我叔父，有人要害我，派重兵来保护我，快去！是。郎主，郎主，郎主，邵主任，邵主任他，邵主任他。昭儿怎么了？邵主任他醉酒溺水，没了。郎主，郎主，郎主！少卿，少卿，我们的英雄回来了，拿酒来。李宗旭死了吗？没有。不过，他刺杀使臣之事已经败露，圣上定会严惩的。此次重创李宗旭，就是要让所有人都知道，我们芒沟人绝不可欺。对，不可欺，不可欺。只可惜古叔他们回不来了。来，这酒我们敬他们。少城，我之前还怪你跟世家斗，我还说人要认命。可是，就算我离开圣都躲得再远，李宗旭，他还是一定要让我死。你说的对，弱者连躲的资格都没有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不会让芒沟失去庇护，也不会让任何人夺走属于我们的东西。来，我敬你一杯，敬他的好兄弟。金大嫂，喝！哎，你不是戒酒了吗？大难不死，让他喝。看见没有？来，杀了他！好酒，你们就多喝点。来，德心，我向你跟叶军师道个歉，我不应该不信任平安，那天晚上也不应该私下跟你说那些话。那我也跟你道个歉，我不该怀疑你的人。这杯酒我不喝啊，我可不喜欢姐妹之间这么客气。他不喝，咱俩喝。来吧，来吧，干！来，来吃菜啊！谢谢姑母。平安，我们这算是赢了吗？当然算呐。这李宗旭现在已经自身难保，你们当中霓裳最通透，就要去扬州过自己想要的生活了。你们两个啊，也应该像他一样，为自己多想想啦。这些日子，多谢各位相助，我叶平安无以为报。这杯酒敬你们。来，干！
天天戴着面具示人，在我面前你就不必应承了。我有点怕了。从我下定决心来圣都，这是我第一次感到害怕。我怕身边再有人离开我。不会的，你会像你的名字一样，给你身边的人带来平静与安宁。你接下来打算做什么？李宗旭的事还没有了结，我最近在查他跟许清之间勾结的证据，发现许清常去一家智库。许清涉及官研，语言有关的事就交给我，明白吗？我心里有数。对了，你之前不是要给我个玉簪子吗？或者别的什么，给我个值钱的试试呗。你不是说上次那个太容易摔碎了吗？这个保准结实。金镶玉啊，这个不错。满意吗？满意。丘陵自主，道理悠远，山川坚持，强子无私，上负能来。白云在天，丘陵自主，道理悠远，山川坚持，强子无私，上负能来。秋天到了，天亮了。感觉怎么样啊？以往病着都还能撑得住，这次竟然浑身无力。宫满衣蛇，你整日只睡2个时辰，日子久了，身子自然吃不消。不如趁现在，好好调养一下。那我现在岂不是只能任人摆布？都这样了，还有心思说笑啊？你的诊费，我1文都不会少的。
从前有位医师，老眼昏花，前后给2个病人问诊，告诉没病的人他药石无医，告诉有病的人他并无大碍。回到家后，没病的人终日恐惧，没过几个月便郁郁而终了，而有病的人却因心情舒畅，病渐渐好了。所以啊，人只要做到心中无结，病就会无药而愈。行啊，你这故事编得不错。别打岔，心结不解，病就好得慢。让我看看你的心。我从不相信任何人，也从未向他人敞开过我的心扉，包括我的至亲。可你不一样，你是这世上最了解我的人。说吧，怎么看？来，握紧我的手，闭上眼睛，按我说的去想，然后告诉我，你看到了什么？想象一下，我们一起走在一片视野开阔之地，四周寂静，只能听到风的声音。这是哪里？地上是草，前面有军帐，这里像是北境边塞。前方会出现2个人，当他们转过身时，你会看清他们的样貌。他过来了，他要过来了。握紧我的手，别躲开，也别跟他厮杀。相信我，彻底相信我，他们再也伤害不了你了。所以这场战争就是困扰我的东西，对吗？你再看看，阿爷，阿爷！阿爷！阿爷！放轻松，这里没有别人，这里只有一间让你感到安心的住所，里面住着一个人，他不会伤害你，进去吧。我终于见到你了，能告诉我，你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吗？我不知道，但可能在他人心里不会是个好人。那你会抢走那些穷人的食物，让他们饿肚子吗？不会，我想让所有人都吃得饱，穿得暖。那我觉得你也不是一个坏人啊。可你看起来十分伤心，还很害怕，这是为什么？小的时候，我的阿爷
为了我去打龙门赛，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被人打死。我阿娘病倒在床上，我也救不了她。在战场上，我面前站着无数个敌人，脚下是弟兄们的尸首和鲜血，我救不了他们。还有古树，每一次我都无能为力。那么，怎么样才能不失去他们呢？让自己变得更强大，只有这样，才能庇护弱者，保护我身边的人。我不想再看到任何其他的孩子跟我一样，成长在苦难之中。但是，再强大的人，也不能护好每一个人啊。每当我很累的时候，我都会握紧木剑。我会想，等我以后举得起铁做的剑时，别人就伤害不了我了。你现在已经能举得起铁做的剑了吧？可是你需要的并不是这个，对吧？我需要的是什么？你真正需要的是温暖。你想带我离开，还是让我留在这里？感觉怎么样？我兴许能睡个好觉了。倒是你呀，尽说我每日睡不足2个时辰，你又何尝不是？御史一案之后，你又历经苦楚，这些年你是怎么熬过来的？反正已经熬过去了，我不想再提。我拿你当知己，你却不肯向我袒露心扉。你我能做知己，已是难得。难道知心之交就不准对方有所保留吗？是啊，已是难得。人这一生有不少缱绻聚散，却又能有几个知己呢？夜宴一事，圣上并没有惩治李宗旭，而他府外的守卫反而越来越多了。圣上处决的李氏宗亲还少吗？至今未动李宗旭，那就说明圣上有他自己的用意。好了，你好好睡一觉吧。我还有一事想要问你。你说。再次体验你的入梦之术，感觉却大有不同。你既有这般本事，为何不去用在那些你想要追查之人身上？我不是没有尝试过，只是在我接近事实真相时，我看到的是人性的幽暗和权力与欲望织结成的网，而可以撕碎这一切的，只能是王法。你们都给我听好了，调你们去明一坊修天圣塔，
那是对你们的恩赐。凡年15以上、40以下的贱民，10日后全都要到明义坊去，都知道了吧？这天圣塔完工后，真能给足工钱吗？当然，只要每日做过工时1刻不误，挑的泥沙1两不少，搬的木料一点都不磕碰。那要是中途生病怎么办啊？是啊，你们这是被人庇护久了，都成了大爷了吗？都忘了自己的身份了吗？因病误了工时，那是大罪。哎，官爷慢走，官爷，求你通融一下，家里就我一个人带着孩子，他还小，你说我这一去几个月，他可咋办呢？官爷，哎不，官爷，滚！官爷，脏了我的衣裳！官爷，你看呐，官爷，你说这可咋办？咋办呀？这。少卿，身子好点没？要不要再给你减服药？有什么话直说。江作坚奉命修天圣塔，说修塔人手不足，要征调芒沟的人去修。我担心。少卿，你去哪儿？你不会去找江作坚理论吧？什么江作坚？我知道是谁在偷窥。天气渐凉，袁绍卿尚在病中。来人呐，给少卿端个火盆来。不会办事，火盆离人这么近，一不留神引火烧身了怎么办？挪开点儿。是。海公，听说江作坚今日征调芒沟人去修天圣塔了。芒沟人受人轻薄，圣上体恤，让他们去干活赚工钱，是件好事啊。可这开春前遣农夫去修云泽渠之事，不到2个月时间就死了11人。这农夫有田，芒沟人没有啊。再说了，这工钱怎么也得完工之后才能结清。修天圣塔，少说要3、2个月。这青壮都走了，家中的老小如何过活呀？其实这个事情也不是没有回旋的余地。我已帮海公赶走了这门前拦路的狗，海公为何还要拿芒沟人要挟我？李宗旭的事情办的是不错，比起你的能力，我更看重的是你的忠心。我对你寄予厚望，也相信你只是一时糊涂，才会在叶平安的身上犹豫不决。想要下棋，首先得学会如何去做一枚好棋子。我从未犹豫，也定不会辜负海公对我的器重。只是圣上对叶平安颇为赏识，若想除掉他，要徐徐图之。给我时间，我定能找到一击致命的机会。宫期近，秋意凉，得抓紧啊！少卿，间些日子，你先帮我盯着点叶平安，有任何事情及时向我汇报。还有，刑部侍郎赵峰是个正直之人，找个由头带他去芒沟转一转。好。徐青当了一只只值几两银子的铜牛，那智库掌柜为何要说谎？要我说啊，咱得想个法子拿到当铺，看看他们到底搞些什么鬼。这真有问题，也不会记在明账上，应该还有本暗账。霓裳，你在万国乡打探一下金鹿智库背后的人是谁？但行，
你试试能不能被智库雇为伙计？没问题。那金鹿智库的掌柜嫌我当的物件寒碜，你可是琅琊王氏的贵公子，你若是去了，他保管会低头哈腰变一张脸。这种智库背后都是有人的，那掌柜还没资格见我呢。哎，你这酒杯还没见底呢，今儿我得多罚你几杯。来。掌柜的都把话给你挑明了，他是我舅舅，我才在这儿干活的。你非亲非故的，还想当伙计？走。啊，快把酒都给我拿远点儿，连喝了2日，现在闻到酒味就想吐。给你煮点醒酒汤。不过这酒倒是没白喝，我问出了这金鹿智库的主人，是东桥盐仓仓司使龚绍的门生。更有意思的是，你猜是谁举荐龚绍做仓司使的？跟盐有关，莫非是李氏举荐的？不，是吏部尚书。你的好海公，海宜嫔。那你见到这个女子的时候，你阿兄在她身边吗？哟，嫣儿也在啊，那就一起吃些点心吧。没想到你刚任使职，就有人在背后陷害你，此人是何目的？是不是记恨你，对付度量？海宜嫔，可你不是已经查出他跟于谦是挚友吗？是挚友又能怎么样？就不会因为利益冲突反目成仇吗？别人我不敢说，但我们俩绝对不会。安章非常重要，你们再仔细打探一下金鹿智库。叶心怡在吗？叶心怡，蔡老板。哎呀，叶心怡，坏了！风老汉他不见了。怎么不见的？这不是这几日经过你的治疗之后，他已经能自己照顾自己了。结果我就大意了。今天买家多，这院子的前门后门我就都没关。等我招呼完买家，一喊他，我才发现人没了。你先别急，他虽然神志不清，但最可能去的应该是曾经待过的地方。我们去那几个地方看看。好。就这，这就是我当初遇见他的地方。这能想到的地方都找遍了，这人能去哪儿啊？你说？热乎乎的馄饨。哎！哎，吓死我了！找你找的腿都快断了。秋日好，地里秋草冒尖头，割了野草喂猪羊，洗净皮毛我切四方。编得真好，你是屠户吧？在这圣都吗？圣都？对，我要去圣都，你能带我去圣都吗？好，我带你去圣都。多谢。今日秋高气爽的，反正都出门了，不如带他透透气再回去。好。秋日好，秋日好，地里秋草冒尖头，割了野草喂。我儿是冤枉的，求求你们发发慈悲，滚开！让我见见尚书吧！就你还想见尚书？别在这胡搅蛮缠了！别打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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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好大的火！我灭了蜡烛，我灭了！我想起来了，不是我放的火！
我不是我放的，我没有对不起我女儿，是你们冤枉我，是你们陷害我，就是你们！你疯了？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？这回家，回家，走。你是不是想起了什么？想起自己叫什么了吗？别打我！我没有对不起我女儿，别打我！放心，有我们在，没有人会打你。你女儿，你想起你女儿叫什么了吗？女儿，莲花，我女儿叫张莲花。你先起来。快起来，快起来！所以你姓常。我姓常，就常青。我求求你们，快救救我女儿吧，给我女儿伸冤！求求你们！我们一定想办法为你女儿伸冤。对，伸冤，好吧？不，你们都是一伙的！你们让我坐牢，还让人打我，你们全是骗子！嘘，就是他。就是你，是你放的，火不是我放的，你不要命了你！放了。你不小心才走的水，他就是疯子！我不理他！不是我，不是我！皮筋，在这儿呢。你女儿给你织的披巾，真漂亮。我女儿的披巾。我女儿，你认识我女儿？我不认识她，是我猜到的。我女儿，冤呐！我要为我女儿伸冤呐！哦。我可以帮你伸冤，但你要告诉我，在你女儿身上发生了什么。死了，被活活的烧死。许多年前，你女儿失踪，有一日你突然得知。他被绑进了一间废宅，还没等到他被救出来，就被烧死在废宅的大火之中。我说的对，你便点头。对。你也是那时来的圣都吗？卖了牛羊，换了钱来到这里，可结果。御史案已判，罪人于前供认不讳，你还有何冤情要诉？官爷，此案绝非于前一人所为啊！我女儿失踪之后，小民曾上报县尉度量，可他始终不予受理，这其中定有蹊跷啊！大胆刁民，无凭无据，竟敢诬陷朝廷命官，还不快滚！御史案定有冤情，我要去见官，我要去见官！你若再胡搅蛮缠，当心你的脑袋！我不走，我要伸冤，我要见官。钱很快就花光了，为了活着，给人干活，喂猪喂羊，我还借马车，借官爷的马车伸冤，求他们帮我，可就是没有人搭理我。
后来，你找上了海一平，对吗？你提到了蜡烛，还说火不是我放的，是不是和御史案卷宗被烧有关？海一平，我想起来了，都说海侍郎是个好人，能帮人讨回公道。你想为女儿鸣冤？是，求求你帮帮我，帮帮我那可怜的女儿吧，我给你磕头了。哎呀，不必如此，来，快快请起。那这样，我就请老师帮忙调卷宗来，看看能否找到线索。你先在客房歇息。谢谢海公，谢谢海公。请用茶。不，我一个粗人怎么能喝这么好的茶呢？这是我家郎主的待客之道，你不喝，别人知道了会以为我家郎主怠慢你。哦，我真有幸能遇到海侍郎这样的大好人。哎，海公啊，老伯，这便是御史案的卷宗。哦，你且在这里慢慢看，我府上还有客人要招待。好，谢谢海公。喝了那杯茶后，我就晕乎乎的，我以为自己是太累了，才困得厉害。睡着前，我明明记得吹灭了烛火，可是，军总，来人呐！救火呀！都怪你不小心弹走的水，军宗被烧了！快来人救火呀！快来人！快来人！救火呀！军总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！这老头怎么如此黑心？我好心帮你，你倒好，竟然动火烧府，还毁了军统！都怪我，都怪我！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。我对不起我女儿啊！对不起你女儿？你还有脸哭？你这样做会害了海公的，你知不知道？行了行了。他也是个可怜人，不要再追究他烧府的责任了。都走吧，快走！海公，对不起。来了，水来了！哎呀，走吧。我不傻，也不疯。那火不是我放的。那火不是我放的。我知道。莲儿，你是莲儿？我不是莲儿。你就是莲儿。看这狼牙，这狼牙就是阿爷亲手给你打磨的。可避嫌，报应来。我叫采莲。我女儿叫长莲花。莲儿，你终于回来看阿爷来了，能不能不要再走了？我的面巾，还不快帮人家拿上来？好。
还没来呀？这都什么时辰了？哎，掌柜，啊，可还记得我？我带好东西来了，你看看。这玉呢，成色尚可，这金边镶的也都还行吧。不过我最多只能给你100两。你看看这工艺，怎么也值200两啊！这各花入各眼，要说这工艺啊，是最不值钱的。哎，这个不错啊，我能用簪子换这个吗？你真是好眼力。可是物件是活的，没有货主的同意，我可是不敢卖的。可我越看越喜欢啊！劳你帮我约见货主，价格好商量。哎呀，哎，你稍等啊。你瞧瞧这件，这件可是死当，这色泽多匀称，你听听这声音，多清脆呀！你若是入了眼，你就拿你那个簪子换这件瓷器。我看看。哎，哎，你什么时候进来的？老板，我这等着你当东西呢。老板，你得讲个先来后到吧。你的事情先稍等一会儿啊！我告诉你，我这店里全都是贵重的物品，最怕手脚不干净的人。你怎么进来不出声啊？老板，你这是什么话呀？要不是你们在那儿掰扯半天，我至于等那么久吗？哎，这什么这啊？有你这么做生意的吗？算了，不当了。哎，你这……哎，老板，我觉得这个是挺不错的，不然我就换这个吧。给，你当真？当真。爽快。叶新使，你到这里来，是奉了谁的令，办的什么案呢？我没办案啊，我就是换个自己喜欢的物件。你竟然是个官儿！掌柜的，手中这来路不明之物，你也敢要？官爷，我怀疑此女子所当之物，乃是赃物。这就够了，跟我走一趟吧。手中之物一并带走，盘查完之后，差人给你送回来。刚刚在我面前耍官威，是要做戏给谁看啊？没人给你做戏，我提醒过你，严的事情你不该管。我再奉劝你一句，李宗旭之后，御史案就不要再查了。是因为海一平？你早就知道他与御史案有关，难怪在万安山上，还没等我盘问李宗旭，你就急着要杀他。难怪你不让我插手徐青的事。你从什么时候开始知道，海一平也是御史案的参与者？军饷案。那个时候，你任由厉俊将我抓走，我不怪你，因为我们只是在互相利用。可后来，你跟我说我是你的知己，好一个知己！这么久了，你明知道他在背后暗算我，却还是为了你的前途替他隐瞒真相，眼睁睁地看着我苦查御史案。既然你都明白，那就应该知道，天下那么多大事，不是只有御史案才是最重要的。这本案账你带不走，我要将他送回去。你怎么知道我今日会去智库？懂了，你一直派人盯着我，等从我手上拿走这本案账，好去向海一平邀功啊。既然你都看穿了，
那我也没什么好解释的。从前是我天真了，官场上举步维艰，哪有什么志气？拿来吧，那暗杖你带不走。只值几两的东西，却当了上千两，这分明是用当东西当掩护，从智库取银子呀！给我。拿好了，别再随便给别人了。我最近只治了一个病人，他叫长青。为了弄清女儿死去的真相，为了洗清女儿身上的污名，他被海一平生生逼疯，流落圣都整整10几年。他只是深渊无望、家破人亡的其中一人。不要做我的敌人，否则就算是你，我也绝不会手下留情。今日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暗杖被袁少成拿走了，可以肯定躲在背后想要除掉我的，就是海一平。最怕的就是这种笑面虎，在百姓眼里德高望重，说他犯了重罪，谁会信？可袁少成一心要护着他，他又知道我们这么多事，那我们岂不是很危险？若他真想帮海一平，早该出卖我们了。可他没有，甚至都没有真正阻拦我看暗杖。他态度骤变，应是身不由己。霓裳，你什么时候去扬州？本来打算扔下你们不管的，可现在群狼环伺，我若是走了，怕你们被啃得连骨头渣儿都不剩，还是再留阵子吧。天塌下来有你这张嘴顶着，还本想扔下我们不管，也不知道前几日是谁喝酒都快把自己给喝吐了。那你还得向那些世家子弟打探一下朝堂的动向。交给我吧。对于海一平这个人，我们要重新了解。他平日只往返于吏部和府邸之间，除了必要的交际，没有去过其他地方。他府里下人都是跟了他好几年的人。海一平恩威并施，那些下人的家眷都由他派人照料，名为安置，实为威胁，所以他们都很忠心。我没办法以下人的身份混进府中。他既不贪财，也不好色，不管是在朝还是在野，都有口皆碑，几乎找不到破绽。
一平已经等不及了，他怕我手上有证据，成天派人盯着我。这样下去，我们什么都做不了。之前他还想借刀杀人，如今他没必要再藏着了。既然我早就暴露在他面前了，那不如就明着来，把他们都拖下水。怎么拖下水？我要面圣。有行刺使臣一事在先，想必李宗旭在圣上眼中已沦为奸佞小人。我可揭露他在御史案中的恶行，奏请圣上重查此案，再以协从办案之权调查涉案相关人等，包括海一平。现在我与他比的是，谁能更早抢占先机。吴宣召不得入内。范内侍，叶新使，你来的可不巧。圣上这几日正斋戒礼佛，替百姓祈福，谁也不见。我有要事禀告。我说了，谁也不见。回吧。那圣上何时礼佛结束？这我可不好回复你。送他出宫吧。臣有冤陈奏，求见陛下。叶平安，此地岂容你喧哗？若是惊扰了圣上，让你人头落地。即使人头落地，臣亦不走。陛下，10几年前的御史案乃冤案，琅琊郡王李宗旭也是重犯之一。我手中这柄七叶昙花烙铁，便是他凌虐无数无辜女子的物证。叶新使，还是走吧。这皇城不是你的戏台，唱错了戏，可是要掉脑袋的。好奇我为何会在这儿是吗？海尚书眼线众多，没什么可奇怪的。只是圣上对我避而不见，你用的手段倒让人好奇。我不过就是让圣上知道了，在万安山上，你们谋害李氏宗亲。你从何时猜到我与御史案有关？从你开始对付度量的时候。说到这儿，我还得替嫣儿谢谢，有你这么好的心意。海尚书真是下的一手好棋啊！叶新一，过奖了。你在我心里，曾经是位好官，是个孝子，更是位雌雄。可这样一位雌雄，却不曾想过那些女子，也是别人家的掌上明珠。也是别人的女儿和妹妹。我只想知道，御史案里，你究竟扮演的是什么角色？这世间之事，从来都只讲立场，不分黑白。
我海一平为官多年，为民谋利，做的好事何止千件？你为什么只抓住当年的那件旧事不放呢？可经你之手提拔像杜良那样的贪官，他们为祸百姓做的恶事又何止千件万件？海尚书，你为的真的是民吗？不要再逞口舌之快了。你不也看见了吗？只要圣上不想处置李宗旭，你就算耗尽心力，那也是无济于事。以你的身份想挑战权贵，无异于匹夫撼树。10几年过去了，一切都已成定局。你见不到圣上，可我身边有的是人可以面圣。圣上会对你逐渐失去信任，到那个时候，你的死活就没有人会在意了。你先机已失，差一步，便失百步。圣人会对你逐渐失去信任，到那个时候，你的死活就没有人会在意了。你先机已失，差一步，便失百步。怎么样，见到圣上了吗？圣上不肯见我。不肯见你？圣上不是很赏识你吗？为何不肯见？圣上觉得我僭越了。可若失去了圣上的庇护，那海一平岂不是随时可能对你出手？平安，要不你随霓裳暂时去扬州避一避吧。我们都走了，留你一个人面对危险。若你是我，你会同意吗？那下一步，你想怎么做？亏得你警觉，及时发现了叶平安的动向。如海公所言，我正学着如何做一枚好棋子。账册你看过了吗？不瞒海公，看过。不过我翻了一页，就知道不该再往下看了。你可是大理寺少卿，金鹿智库的主人是谁？你应该知道吧？是苍司使龚绍的门生。你想不想做我的门生？学生拜见老师。只是智库背后的交易已经暴露，需不需要我？做我的门生，一定要清白。智库与你无关。这几日你多盯着点叶平安，不要让他再闹出什么动静来。有个进海府的方法。什么方法？海燕作画的颜料是七喜画铺的，想办法进入七喜画铺，揽下宋颜料的话，就能进海府。我倒是要看看这个海一平下一步到底要干什么。
平安回来了。啊，平安。姑母在做糊饼啊。对呀对呀，你忘了，再有几日可不就是8月15了吗？我想着做点糊饼，一半卖了，另外一半对付你们几个小馋猫。等着啊，马上就来。哎，快尝尝我做的糊饼的味道怎么样？啊！哎呦，我说你们两个干什么呢？快尝尝啊，好不好吃？好吃。哎，对了，霓裳，你去扬州的日子定了没有啊？不急，8月15月圆人团圆，我怎么着也得陪大家吃完团圆饭再走。你赶我啊？不敢不敢，谁敢赶你呀？姑母，这包子是蟹黄馅的，咱们家还能买得起蟹黄做包子呢。哎呀，这包子呀是老鬼拿来的。哦，这老鬼虽然是二娘的同门师兄，但怎么在我看来，好像不只是同门之情啊。你这张嘴啊，就是会说，这满桌的好吃的都堵不上你的嘴，是不是？来来来，我喂你啊，这糊饼啊，可就你一个人没吃。来来来，尝尝。太大了，哎呀，你尝尝，吃。姑母和霓裳有都有去处了，等老了，看来只能咱俩凑一屋，将就凑合一下吧。谁愿意跟你凑一屋啊？你跟我睡觉老是翻身，跟摊煎饼似的，一翻我就醒。你给我修那个香囊，我还带不带得了呀？你别老问嘛，快修好了。我先看看。哎呀，过2天就给你了。这什么味儿啊？啊？哎呦，我的糊饼啊！哎呦，你不说我都忘了。哎呦，我的糊饼啊！哎呦，怎么办的都糊了。哎呀，小心点啊！这回可真成糊饼啊！平安，我已经进了七喜花铺，明日我就去海府。若有消息，我第一时间告诉你。好。黛西，小心点。你看看，这是远山黛色、银果翠绿和秋夕枫红，你拿好。这边走。哎，真好看，燕儿小姐一定喜欢。那老翁一看就是平民，这也进得了海府？嗨，这有什么奇怪？我们郎主心善，常有一些受了欺负的人，求爷爷告奶奶的来找我们郎主帮忙。这些我都点完了，你回去吧。好。郎主，有好消息，按你之前的吩咐，在通泉县要找的人，找到了。过来吧。拜见官爷。知道什么，都如实说来。说得好有赏，但若敢妄言，你可知后果如何？这，小人也不敢确定，那个叶心怡是不是当年我们通泉县那个小女孩？只是听管家形容这个女子会什么引人入眠之术，小人这才感觉是同一个人。这个小女孩叫什么？这个小女孩姓顾，叫顾青。有一回啊，我家孙子回来跟我说，顾青那丫头拿了个小东西，这么一晃悠，她就睡着了。醒来的时候啊，她脸上被画了个乱七八糟。我问她，她说什么也不记得了。哼，这有可能是孩童的玩笑之词，不可全信。不光我孙子看到，我也看到了。你看到什么了？我支支吾吾的，分明是在胡言乱语。来人！官爷，我本来带进棺材都不想说呀，这事儿太邪门了。那天，
趁这丫头还小，那些女子就是他引进废宅的。那宅子后来被御史，不是，被那个谁放火烧了，里面的人全死了，吓人呐！从那之后，顾青一家子就消失了。官爷，你说这事儿邪不邪乎啊？你讲得很精彩，去找管家领赏吧。谢谢官爷，谢谢官爷，谢谢官爷。官爷，为何让我按那日所说，一字不漏再讲一遍呢？这回你信我说的了？我可是亲眼看见顾青那丫头引女子入眠的。知道了，去吧。小人告退了啊。郎主，近几日监视叶平安时，我看到有个女子和叶平安往来密切，他们竟想通过送颜料的方式混入府里。干得好！既然他想进府，明日让他把颜料送过来，我就还他一份大礼。请放心，我欲将徐晴调离圣都，他们无法查下什么。对叶平安，你打算怎么做？度量李宗旭之所以会输给叶平安，就是因为他们没有一个人找到叶平安真正的弱点，而我找到了。其实最可怕的并不是敌人，而是朝夕相处的朋友。猜猜我今日在海府探听到什么？探听到什么？兴致这么高？也没什么要紧的。想来是海一平发现了我在偷听，故意找了个骗子，在我面前演了一场戏。那骗子说自己是通泉县人，还说他认识你。他说在10几年前看见你用入眠之术将一名女子带进了废宅。这怎么可能？这分明是胡编乱造嘛！而且你明明姓叶，他却编了个顾青的名字。平安，我怕他败坏你的名声，不容我们先下手为强。我的原名不可以。平安，的确叫顾青。你方才说的都是真的，我骗了你们，一直在骗你们。我告诉你们的经历也是假的。不，也不全是假的。我遇到的第一个御史案幸存者叫阮钦，那个蝴蝶吊坠就是他的，而我眼睁睁的看着他跳崖自尽了。当年度量和郑源看我年幼哄骗我，让我用入眠之术，陆续将3名女子带入了废宅。那时我只是个孩子，
没有人会对我抱有戒心。姑母，这事儿你早就知道了，对吗？我终于明白，为什么你点着凝神香，却仍夜夜难眠。说什么跟我们一样痛苦，说什么患难与共，哼，都不是。你只是为了赎罪罢了。当你一发现我们这些幸存者，就拼命抓住这个唯一能让你赎罪的机会。是。我太了解你了。这些年你日日被愧疚折磨，所以你想尽办法弥补过去的一切，良心才能获得片刻安宁。你心机重重，你利用我们不过是做你赎罪的利刃。是啊。你知道吗？如果不是你，有些女孩子就不用死，她们可以和家人安度余生。如果不是你，陆良也不会那么肆无忌惮地诱拐更多人。你听过那些女孩子被烧死时的惨叫声吗？叶平安，你是个罪人。南希，不要！你巴不得死掉是吧？你觉得死了就能抹平所有罪孽，就能逃脱所有的折磨？可惜，我不会让你那么轻易解脱。一直以来，我最信任的就是你。你做什么我从不质疑，你说什么我第一个去执行。我们几个什么都听你的，好像没有你，我们就报不了仇。可我们都错了，没有你，我也会用我自己的方式报玉石案之仇。叶平安，从今以后，我陆丹心不会再听你与我之间才没有半分。
担心？是你吗？袁绍卿自从跟了海尚书，这形势越发让人难以琢磨了。难以琢磨吗？这一册上可写着我：睚眦必报，手段凶狠。看来你把我了解得挺透彻的。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暗中调查官员，图谋不轨，自然是将你带回大理寺内关押起来。将我关进大理寺，让海一平碰不到我，你认为这就是在保护我了吗？自然不是。海尚书让我盯你盯得紧点儿，而我呢，也不过是给自己邀份功劳罢了。那我再送你个更大的功劳。若我猜的不错，你担心的星子已经去刺杀你的海公了。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个？因为海一平知道御史案的始末，还不能死。海公可有受伤？没事。你接近叶平安的时候，可曾发现有这么一号人物？并不知晓，他藏得很深。不过，我从安心馆搜到了这本遗册。他把我们的底细倒是摸了个干净。你见到叶平安了？是，方才从延庆坊回来的路上，恰巧碰上。好在，他并未对我生疑。他跟你说什么了？他跟我说，让我阻止此女行刺你。现如今只有你知道这旧案的内情，你看要不要？我将此女还有叶平安一并拉到大理寺内关押。你不用管了。至于芒沟人去修建天圣塔一事，我会和江作监交涉的，你就把心放在肚子里吧。学生谢过老师。更深露重也快宵禁了，早点歇着吧。嗯。